安承熙知道，人的悲喜从来都是不互通的，处在相同的境遇之下时，大家才会同喜同悲。可一旦有人先上岸，留下的人只会越来越感觉落寞。中学的高友若是高考时一起落榜，大家一起面对同样的境遇，会让每个人都轻松许多。可若是其他人纷纷等到了大学补录的机会，只留下其中一个人在闷热的8月底踏上南下打工的列车，那即便这个人也为朋友们的境遇而高兴，但他的内心深处只会更加落寞无助，因为他不仅仅失去了读书的机会，还失去了能够产生强烈共情的心理慰藉。有2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整整20年，一个是将来一切过去，自己该如何面对儿子，如何向他解释自己从他的人生中缺失了这么多时光；另一个便是在面对公公叶忠全的时候，如何向他解释他的儿子叶长英早已经不在了，而自己却一直活着。想到这里，他内心一阵抽痛，20年独活的感受其实一点也没有让他觉得庆幸，反而让他无时无刻不在饱受煎熬。尤其是20年不能见自己唯一的儿子，对他来说更是一种惨无人道的折磨。孙姐见安承熙神情哀伤，便赶紧开口宽慰道：“夫人，先别想这些事情了。眼下叶老先生与您父亲冰释前嫌，对他们2人都是好事。况且解决破亲会或许还要等上许多年，夫人眼下又何必为这之后的事情烦忧？”安承熙轻轻点了点头，开口道：“破亲会虽然损失了4大伯爵，但这对破亲会还谈不上重创，晨儿以后要面对的困难险阻会更多。上次林婉儿说她向罗斯柴尔德家族要来一套最先进的 AI 模型，我感觉她应该是想主动出击了。”孙姐问她：“夫人，那我们要不要把我们掌握的一些情况转达给少爷？”安承熙沉思片刻，摆手道：“让晨儿按照她自己的节奏来吧。我们对破亲会的了解也不算多，把我们掌握的线索主动给她，一方面会让她质疑和猜测，一方面也会干扰她的节奏和判断。我们就在暗中关注着，若她将来要去的地方刚好是我们所有了解的，我们再考虑要不要制造一些机会把信息给她。”说着，安承熙又自嘲地说道：“其实这些年，我们也不曾对破亲会造成过什么实质性的困扰，毕竟我们的实力与破亲会的差距太大，这些年没被他发现就已经十分庆幸。若是晨儿没有如今的造化，我可能要躲着吴飞燕一直到死。在这件事上，我和林婉儿的遭遇一模一样，只不过她比我更艰难。我躲了吴飞燕20年，而她却躲了吴飞燕300多年。”孙姐非常理解地点头说道：“夫人，现如今少爷进步神速，相信他瓦解整个破亲会，手刃吴飞燕只是时间问题。”安承熙点点头，语气惆怅地说道：“对我和林婉儿来说，吴飞燕是最大的敌人，可对晨儿来说，吴飞燕只是一个开始，10万大山里的那个才是他最大的挑战。”身在金陵的叶晨与远在普陀山的母亲安承熙都是整晚无眠。萧初然醒的时候，见叶晨在睁着眼睛躺在身旁，便下意识地问他：“老公，你什么时候醒的？”一直胡思乱想的叶晨甚至没注意到萧初然已经醒了，听到他说话才回过神来，忙道：“我刚醒没一会儿，还在迷糊呢。”萧初然关心地问：“昨晚没睡好？”“也不是。”叶晨微笑道：“可能就是醒得早了点儿，昨晚跟客户又喝了点酒，脑子还有点没缓过来。”萧初然点点头，忽然想起什么，脸上一红，羞涩地说道：“老公，我昨晚梦到你了。”叶晨故作惊讶地问他：“梦见我什么了？”萧初然道：“一开始是梦见我们一起去吃饭，饭桌上还有若琳，若琳新谈了一个男朋友，说要带给我们看看，结果刚坐下吃饭，你就忽然问了我一个问题。”叶晨大概猜出了是什么情况，但也只能装傻问他：“我问你什么了？”萧初然迟疑片刻，眼神有些躲闪地说道：“具体我也忘了，好像挺不着调的。若琳也跟着调侃我，当时在梦里就感觉特别尴尬。”叶晨尴尬地笑了笑，说道：“那幸好是做梦，正常情况下，有外人在，我肯定不会问不着调的问题。
萧初然点点头，笑道：“做梦吗？本来就是不怎么着调的。”说着，萧初然坐起身来，伸了个懒腰，说道：“老公，我今天上午还得去一趟帝豪集团，你下午有什么安排吗？”叶晨摇摇头：“我没什么安排，怎么了？”萧初然道：“下午在白金汉宫有个发布会，美国的安家和燕京的叶家好像要一起公布一项大合作。我一个客户刚好是做财经媒体的，他下午要去参加这个发布会。这次发布会邀请的媒体很多，而且每家媒体给的名额也不少，刚好他们单位可以空2个名额出来，我想去见见世面，你要不要陪我一起？”叶晨有些惊讶，没想到萧初然竟然想去看下午的新闻发布会。原本自己也是打算上午先去白金汉宫参加一下内部的会议，下午发布会的时候就混在媒体席位里当个观众。可没想到老婆竟然也对这场发布会感兴趣。他有些好奇地问道：“老婆，你以前好像都不怎么爱凑热闹，怎么今天忽然想去看新闻发布会了？”萧初然认真地说道：“燕京叶家在全国实力都是数1数2的，帝豪集团其实就是他们的。至于安家，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，他们是全球实力最强的华人家族，比费小姐的家族实力还要强上一大截。以前也一直在美国发展，很少在华夏有什么动作。不过这2个家族现在竟然决定要一起在金陵投资，每一个关心金陵发展的人都想知道他们到底要在金陵投资什么产业。而且可以肯定的是，这2个家族联手一定是大手笔的投资。”说着，萧初然又道：“我听说这几天金陵的新房和二手房交易都基本停滞了，新盘的开发商和二手房的卖家现在就等着这场发布会呢。一旦这2个家族真的公布要在金陵合作开发一个超级项目，金陵的房价上涨是必然的，而且越靠近项目的楼盘，到时候涨幅也就越大。现在合作细节没公布，谁也不知道这个大利好会落在哪里，都怕卖房卖亏了，所以都在等。”叶晨不禁感慨，真没想到这2家来金陵投资，对金陵的房价还有这么大的影响。萧初然笑道：“具体有多大影响，今天发布会后就知道了。所以老公，你下午有空吗？”“有。”叶晨点头说道：“我陪你去。”